一个是换桶大师，一个是过桶大师。我李耀社长是饭桶大师。如果你发觉我一直在胡说八道的话，就代表这一集没有干爹赞助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许一次愿好吗？好不好？干爹，请赐我们一口饭吃，谢谢你哦。3个达人都给他90分，你竟然敢挑战他们3个？我没有挑战他们，你是有病吗你？为了你们3位达人，我一定要喝一口试试看。然后有点这种中原普渡拜拜的那种香气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有一点温暖的中药味的感觉。哦，臭有完就是真鹿丸吗？对啊，臭有完就真鹿丸。走了，不要拍了啊！欢迎收看李耀社长来品酒，我是李耀。谢啦。咱们在前几集的时候，珊瑚那个，你说舒服是不是？他们都已经舒服那么多次，干嘛还舒服？每次一直舒服干嘛？对不对？舒服过头了。我们在前几集对不对？是不是跟各位介绍就是威士忌达人100大品饮记录？那时候呢，我们出卖了林一峰，把他超过90分以上的酒款介绍给各位。所以因为这一集呢，我们就决定要出卖谁？出卖姚和成。他在2008年透过盲饮的时候，到底给哪一些威士忌90分？我帮各位统计了，106支威士忌当中，他一共给17支超过90分。那我们今天就拿2支出来喝。那很多人问我，那其他15支呢？太贵了，好不好？什么鱼师20年呐，Bora 30年呐。Highland Park 18年啊，你这个都给我打90分，现在都已经水涨船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拿出来喝？所以他眼光很精准哎，非常非常精准，所以他这17支酒都超过90分以上的分数。那我们要介绍就是姚和成这一号人物哈。姚和成在2008年为什么我们找他合作？他在当年就已经是非常赫赫有名了。他那时候呢就已经是台湾单一麦芽品酒研究社的创会的一员。然后这个社团呢，就是专门研究单一麦芽威士忌，在那个年代，那在那个年代研究单一麦芽威士忌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。那他们都属于偏向于学术派啦。那学术派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不是学术派啊，我们是实际派，我们是唬烂派。社长不是说好不唬烂的吗？姚和成人称 K 大，他现在目前也是台湾应该3位其中一位 Master Keeper， 因为我台湾的 Keeper 啊。一共大概有50-60位吧，毕竟我不是 Keeper 的成员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在我脑海当中应该是50-60位啦。然后 Master Keeper 只有3位，其中一位就是 K 大。然后呢，他在早年的时候也担任过 MMA 的评审。哦，好强哦！对 ，MMA 就是一个麦芽狂人俱乐部的评审，不是那个 WBA 哦。那他近年来呢，到底在做些什么？大概在5-6年前吧。他那时候就开始跨入酒商，他就不再参与这个评审的工作，因为他觉得他既然已经是酒商了，我就不能再打分数。他为人很正直，这是你讲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这么。你刚刚他现在目前就是家父贸易，然后代理了这个 BBR，然后也代理了富勒啤酒，还有我们在前几集有拍过叫克莱萨，这就是 K 大姚和成介绍给各位，当年他在2008年的时候所打的分数，就正所谓。船过水无痕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；凡住过必留下邻居；凡睡过必留下小鸡鸡。这就是我们优质节目的主持人。那到底第一支酒是什么呢？你们是不是很期待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上第一支酒。好，当年姚和成 K 大他就给格兰杰的这个 La Santa， 也就是雪莉桶系列，给了他90分的高分。当年那个年代跟现在目前的版本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有差别的。我已经找不到2008年，所以只能找现代的版本。也现代的版本也介绍给各位，它已经开始进化。而且格兰杰雪莉桶这支酒其实非常有名，它是来自于哪个集团 ？LVMH 集团，是个精品的集团。而且呢，格兰杰蒸馏厂它是目前苏格兰最高的蒸馏池，所以有号称蒸馏界的长颈鹿。有没有比长颈鹿更高的动物？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请留言。社长没提供小礼物，还想骗我留言？格兰杰早期旧版是46度，现在这个版本是43度。在当年46度的版本，它是先在波本桶当中熟成10年，然后再换桶到雪莉桶当中2年。但是现代的版本不是这样做。
现代的版本呢是先在波本种当中熟成，然后呢再换桶到雪莉的 PS 桶，再换桶到 Oloroso 雪莉桶当中，最后再混在一起。当年的话是1换1，现在是1换2，然后最后再合为一品，多一个风味。它都是雪莉桶系列，只不过一个是 PX 雪莉桶，一个是 Oloroso 的雪莉桶，然后变成43度，也算是非常有诚意的。而且它最有名的是谁呢 ？Bill Lanston 这个博士。比尔·梁斯敦博士是在全苏格兰业界非常有名的一个首席蒸馏师。为什么他非常有名呢？因为他首创换桶工艺，所以在苏格兰大家都称他为换桶大师。可是这时候呢，摆负着这个 David Stewart 就跳出来了。老子才是过桶大师，你知道吗？换桶跟过桶差在哪里呢？没有差，都一样吗？都一样，只不过中文字解释不同而已。所以你是换桶大师，那我就是过桶大师。但是其实两个讲的都是一样的，一个是换桶大师，一个是过桶大师。我李奥社长是饭桶大师。看我的影片不是要让你更清楚威士忌知识，而是要搞乱你的知识。这样，威士忌小白已取消订阅。来吧，喝喝看这个新的系列，为什么他会给他90分的高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它的那个香气一样是这个肉桂的味道，淡淡的巧克力。为什么我又闻到一些草本系，然后有点这种中原普渡拜拜的那种香气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有一点温暖的中药味的感觉。哦，中药味，对，它怎么会有点中药味？然后有一点柑橘、坚果，闻起来好像是有一种饱满的感觉。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糖果、太妃糖的味道。你真的是香气达人哎。当然啊，这个是还需要讲嘛，就不要再说了，说下去大家观众会腻。香气其实很棒，非常棒，我觉得香气就已经有90分以上的高分了。来呗。它的这个酒体是属于轻的，它没有很重的这个油脂感跟油腻感。它在咀嚼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胡椒的味道，很奇怪有。它在香气的时候都是属于比较深色的果实，但是它在嘴巴在咀嚼过程当中的话，既然有给你一点淡淡的我们讲辛香味，然后还有一点这个胡椒的这个味道。我喝的时候就有喝到你刚刚讲的那个有点青草的味道，核果味也蛮浓郁的。我觉得这款酒它蛮适合加冰的，因为在口感上面的话，它其实是属于比较有一点小刺激。你大概加2颗冰块，差不多它就是最巅峰的状态。一定要2颗哦，加到3颗就太水了，加1颗还是太刺激了。那你会不会问我说，那冰块多大呢？5×5公分。5×5。最近都一定要讲的实际一点，不然有人会挑战。是啊，要去哪里找5×5公分的冰块？自己量嘛，这样放下去刚刚好。真的啦，哟，这样你一定以为我在唬烂你，对不对？你绝对是唬烂。我都有经过精密科学的分析。真的吗？好好把算式拿出来看一下。看来尤拉很想拆社长的台。我刚刚讲说嘴巴里面是不是有那个胡椒味，而且有一点这个温暖的感觉。那它其实很符合什么呢？符合 Bill Lanston 给它的这个命名，因为它叫 Lasenta。Lasenta 它其实就是温暖、热情的意思。所以你嘴巴会不会有点那种温暖的感觉？有温热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感受到温热那种感觉的话，那就是所谓的又想要乱讲什么了？下流。咱们姚二成 K 大在2008年给了他90分的高分，17款酒当中的其中一款。虽然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已经改版了，改了一个版本上去，但是他依然有他的水准存在。我相信，如果在今年我们再给他打分数的话，我相信他不止90分。这一款酒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，对，它大概就是多0.1，90.1，因为的确有它厉害的地方。对啊，又多了一个劈叉筒，成本又更高了。对啊，那个听起来就够样送给了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2款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上的就第2款酒就是阿贝天。这支酒坦白讲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大家都知道嘛。但这一款酒各位你在书上有没有看到？3位达人都给他90分，3位达人同时在106支酒当中，同时给90分以上的高分只有10支，阿贝 10就是其中一支，92、94、
95，他都给他最高分。3位达人都给他90分，请问有什么好介绍的？你们都说好，我们还讲什么？对不对？还喝什么？对不对？告诉你，他就是90分了，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好不好？大家应该都有喝过吧？应该都有喝过。不过阿贝 10我们讲阿贝这个品牌它就是在艾雷岛上。然后呢，这一款酒其实它是小众市场，但小众市场的这些消费者对它的忠诚度非常的高。我觉得还蛮疯狂的，非常高。你爱上它，就是一辈子爱上它，然后对它不离不弃，你永远不会抛弃它。就算它成为一个老太太，你也是不会抛弃它。但是不喜欢它的人，一辈子都不会爱上它。我不爱。所以它这个酒里面，这个阿贝，它就是卖给这些小众市场的人。然后呢，它每年都会出什么乌嘎戴尔啦，或者是伽利略啦，或者是文艺复兴的版本啊，它每年都会出很多的版本，然后都是由这些小众市场的人都会去追寻，进而他们就成立一个阿贝委员会粉丝团的意思。我觉得还蛮屌的，很屌是不是？我们以后也要成立一个里奥社长后援会，好不好？不到10个人这样的有可能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最低标准100个人，我们就 OK 了。可以先在频道就是建立那个建立什么？就是频道有那个会员制。那会员是人家要赞助你钱的吧？对。我就不缺钱啊，对不对？没事赞助我干嘛？不需要，不用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就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留言给我鼓励，这样就是对我最大的爱了。你是不知道给会员什么好康的吧？我不知道。抱歉，会员们因为好康社长都先拿走了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我去过阿贝酒厂，请看，我真的去过阿贝酒厂。然后呢，阿贝就是一个，就很多粉丝都对他忠实度非常高，爱他就爱一辈子，好不好？来吧。而且2008年、2009年，他都是全球最佳威士忌，你竟然不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很臭很臭吗？阿贝就是烟熏泥煤威士忌啊，烟熏泥煤不就要做臭吗？对不对？越臭越有人爱。就是像波莫那一种，我还可以接受。这个闻起来是有草有丸。我们上次不是讲说，我们以后烟熏泥煤味就是用正露丸的颗数来做评价吗？草有丸就是正露丸吗？对啊，草有丸就正露。走了，不要拍了啊！这个就是正露丸12颗，的那个数字，好浓郁哦。非常浓郁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啦，不刺鼻，而且我又很爱这个香气，是不会去掉这个烟熏泥煤味的感觉以后，你会找到很棒的柑橘跟甜瓜的味道。我觉得好奇怪，我每次闻到烟熏威士忌，我头就开始超晕。我跟你讲，你喝下去看看，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真的，阿贝全球都给他这么高分，3个达人都给他90分，你竟然敢挑战他们3个？我没有挑战他们，你是有病吗你？为了你们3位达人，我一定要喝一口试试看。对，来，我觉得好像喝了一口灰。哇，太浓了吧？怎么让你哭得说不出话？这首歌什么歌？咖啡，它有淡淡的咖啡味。你好久没唱歌了。对，还有一点点雪茄的味。你刚刚讲说什么？你喝下去很像在喝了一口灰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不是，它就是咖啡啦，跟这个雪茄的一个味道啦。它其实是很细致的啦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啦，知道吗？好，其实我喝下去之后，一开始真的会有那种烟熏，然后跟正露丸的味道。可是你喝下去之后，它有一个香瓜的甜感会在你的口腔开始扩散，然后就会觉得，开始好像就是把前面那种烟熏感的味道平衡掉了。而且它的最棒的阿贝的最棒就是回甘啦，它那个甘甜味是非常厉害的，尤其是你在你的嘴巴里面两边一直在分泌口水，所以这款酒是当然就是我们讲说爱它的会爱它一辈子，但不爱它的就是一辈子讨厌它。刚好我们2位就是一个极度极端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好像没那么讨厌了。真的吗？因为重点是它会回甘，我觉得任何一款威士忌会回甘，就是好酒。这种酒就是要慢慢的去品尝它，慢慢去找寻它的优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阿贝10，3位达人都给他90分的高分。相信各位如果没有尝试过烟熏泥煤的威士忌的话，阿贝10会是你非常好的一款敲门砖。它不是烟熏泥煤的入门酒，但是它绝对是一个烟熏泥煤能够做到极致高等级的一款酒。当你开始欣赏它、懂它的时候，你就是达人。你在桌上你放一瓶
阿贝的时候，大家都对你刮目相看，觉得你一定是懂的人。你就是老饕。如果装逼还装不过的话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在阿贝店里面酒瓶把它打开。然后里面装格兰杰，然后把它关起来。桌上虽然摆的是阿贝，但是喝的都是格兰杰，颜色明明差很多，好不好？这样也是可以的啦。不行哦，各位，你发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发觉我一直在胡说八道的话，就代表这一集没有干爹赞助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许一次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干爹，请赐我们一口饭吃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里奥社长来品酒来介绍威士忌100。百大品饮纪录由姚和成所打的2款90分以上的高分，格兰杰雪莉桶以及阿贝 Ten 介绍给各位，欢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记得要留言给我鼓励哦。我们里奥社长的品酒，咱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